歼35、歼15T 3艘航母隨便飛、隨便調度、隨便補給，做到跨舰調度，全球獨一份。最近中國海軍幹了一件讓全球軍事圈集體失眠，讓西方分析員狂扇推文，讓印度直接破防的大事。辽寧艦編隊直接殺進西太平洋，遠海實戰演訓，全科目高強度拉滿，航母飆車，艦載機忙找母艦，實彈狂射，全域支援，深海救援，一套組合拳打得又穩又狠。但所有人真正眼睛瞪到铜铃大的只有一個問題：歼35到底能不能在辽寧艦、華越甲板上起飛？能不能上遼寧、山東、福建3艘航母通吃？傳說中的雙模式起飛到底是吹牛逼還是黑科技實錘呢？西方說呀，華越裝不了5代機，中國在吹牛逼。小白說呢，歼35是彈射機，遼寧艦老了帶不動，甚至很多軍迷還在吵，能起飛等於阉割戰力，不能滿油滿彈，沒用。我今天就用最反常识但最硬核的視角，從遼寧艦改装細節、歼35核心技術，把這件事扒個底兒朝天。我是不爱放大招，歡迎来到老五集。辽寧艦這次軍演根本不是普通的訓練，是官宣前奏。兄弟們，先看一個細節：遼寧艦2024年完成從訓練艦到戰鬥艦深度改造，2024年年底甲板直接擺上殲35全尺寸模型。2025年多次出海，阻拦索區域出現了神秘的黑色輪胎印。2026年5月直接遠赴西太平洋實戰化演訓，央視標題直接明牌：遼寧艦西太演訓，殲35會上艦嗎？你品，你細品。老祖宗說呀，凡事預則立，不預則廢。中國軍工從來不會臨時抱佛腳，更不會無的放矢。遼寧艦這次演訓表面上練編隊、練協同、練遠海作戰，暗地裡就是給殲35上艦做最後的場地驗收加調度測試加體系磨合。很多人說不就是擺個模型，能代表個啥？我告訴你航母用全尺寸模型測試是全球公認的上艦前兆。測什麼呢？機庫能不能塞下？升降機能不能扛住？甲板調度會不會打架？尾鈎能不能對準阻攔索？轉彎半徑、停機位、加油掛彈全流程適配。遼寧艦敢把殲35模型擺上去，就說明技術上已經完全可行。現在網上最大的噪音一句話總結：華越甲板太菜，帶不動5代機。殲35是為福建艦電磁彈射而生，遼寧艦用不了。西方媒體更是陰陽怪氣，中國想一步登天，結果步子太大，扯到了蛋。華越加5代機，全球就没人成功過。听着好像是不是有點道理？錯，大錯特錯，而且錯的離譜。殲353大核心技術第3條明明白白寫着：雙模式起飛，彈射華越全適配。孫聰院士說殲35隱身讓對手看不見，高度集成信息化，雙模式起飛，彈射華越全適配。什麼叫全適配？大白話說不用改結構，不用換零件，不用降級性能，不用阉割戰鬥力。福建艦電磁彈射滿油滿彈起飛，遼寧艦、山東艦、華越甲板照樣正常起飛，正常作戰，正常隱身突防。中國人說智者善謀，愚者善疑。西方不懂中國軍工的通用化、體系化、一盤棋的思維，所以他們永遠看不懂。很多人以為華越起飞靠的是甲板翹頭，能不能飛全靠翹幾度，這太膚淺。能不能華越核心有3點：發動機推力夠不夠猛，機翼升力夠不夠強，整機推動比夠不夠狠。殲35是什麼配置？雙渦發扇19，單台推力 11.8 噸，雙发合計近24噸。中型機的體量有着重型機的推力，機翼面積加大，前緣襟翼加後緣襟翼全電操控，低速升力極強，整機推重比遠超 F-35C， 華越起飛動力充沛。對比下美國 F-35C， 單发推力19噸左右，專門為彈射設計，華越起飛能力極弱，基本等於沒有。這就是差距殲35從娘胎裡就是彈射強，華越也強的雙優設計。別以為遼寧艦還是當年的瓦良格老古董，2023年至2024年中期大改，改的東西多到你不敢相信。甲板標線重畫，起飛點輪檔調整，專門適配殲35尺寸，阻攔索張力重新調校，匹配殲35着艦重量與尾鈎特性，甲板供電、加油、充氧接口升級，滿足隱身戰機的維護需求。機庫恆溫恆濕區新增，專門維護隱身塗層。數字化着艦的引導系統更新，
精準引導殲35盲降。一句話，遼寧艦、山東艦早就為殲35上艦偷偷精裝修完了。而西方最惡毒的帶節奏呢，華越起飛不能滿油滿彈，殲35上去也是廢鐵，沒啥用。這話對不對呢？只能說一半對，一半呢故意誤導。說實話，短起飛點105米確實不能滿油滿彈，但長起飛點195米加甲板風加殲35強推力，完全可以做到最大起飛重量26至28噸，內油加內置彈艙滿配，作戰半徑1100公里以上，完全滿足制空、截擊、隱身突防、超視距打擊核心需求。華越航母本來就不是為了滿油滿彈硬剛設計的，它的定位是遠海制空、區域拒止、快速反應、隱身威懾。殲35上遼寧艦不是閹割，是精準適配，該強的地方一點也不弱。隱身 RCS 0.01平米 ，F-35C 都比不了。態勢感知5代機頂級，先敵發現先敵打擊，空戰能力碾壓所有4代機，包括印度陣風。再看現在中國3艘航母，遼寧艦、華越6萬噸，山東艦、華越6.5萬噸，福建艦電磁彈射8萬餘噸。殲35 3艘航母隨便上，隨便飛，隨便調度。福建艦呢，彈射起飛，滿油滿彈，遠程打擊；遼寧艦、山東、華越起飛，隱身制空，區域威懾，甚至可以華越起飛到彈射降落，到再彈射起飛，到再華越降落，做到跨艦調度，全球獨一份。傅前哨专家說得好，未來殲35、殲15T 可以在3艘航母之間靈活部署，整個海軍航母體系彈性直接拉滿。中國老話，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。中國軍工從一開始就不是造單一航母、單一機型，而是造3航母一體化、艦載機通用化、作戰體系閉環化的超級海軍。西方媒體天天喊華越不能上5代機背後的真實原因，他們怕中國用最低成本快速打造3支隱身艦載機編隊。美國現在有多少隱身艦載機編隊呢？11艘航母，只有少數幾艘能起降 F-35C。F-35C 產能慢，價格貴，維護難，出勤率低，而且 F-35C 根本不能華越。而中國呢，遼寧加山東2艘華越航母，零彈射器成本，殲35雙模式起飛，直接上艦，不用額外花錢改造航母。一艘航母帶12至16架殲35，2艘就是24至32架隱身艦載機，加上福建艦，中國直接擁有全球第2大隱身艦載機力量。西方能不怕嗎？印度能不失眠嗎？莫迪花幾百億買陣風，結果呢，巴鐵殲10C 都能吊打陣風。現在殲35C 上華越航母，直接降維打擊。老祖宗說木秀於林，風必摧之；行高於人，眾必非之。西方越是拼命唱衰，越說明他們心裡慌得一批。接下來把普通人最關心的3個問題一次性講透。痛點1：殲35上遼寧艦跟 F-35C 比，誰更強？隱身方面，殲35 LCS 0.01平米，優於 F-35C。速度呢，殲35 2.2 馬赫 ，F-35C 1.6 馬赫。推力呢，殲35雙發24噸 ，F-35C 單發19噸。華越能力呢，殲35完美適配 ，F-35C 基本不行。價格呢，殲35 5000至800萬美金 ，F-35C 1.2至1.5億美金。結論呢，制空、隱身、速度、性價比，殲35遙遙領先。痛點2：遼寧艦加殲35能打過日本出雲級加 F-35B 嗎？先看出雲級2.7萬噸，最多帶12架 F-35B。遼寧艦呢6萬噸，帶12至16架殲35加殲15D 電子戰加預警直升機。體系呢，中國空警500加殲35加殲15D加護航艦艇，完整攻防閉環。日本呢 F-35B 加宙斯盾艦，體系殘缺，預警弱，電子戰弱。結論下來就是遼寧艦加殲35能把出雲級加 F-35B 翔都打出來。痛點3：殲35什麼時候能上遼寧艦？2024模型上艦調度測試，2025觸艦復飛小批量測試，2026西太演訓體系磨合，最快2026年年底，2027年年初官宣正式上艦。中國老話，厚積薄發，水到渠成。中國軍工從不搶跑，從不吹噓，但一旦官宣，必然是成熟可靠，能打勝仗。未來中國3航母最優艦載機組合，我直接給標準答案：遼寧艦、山東艦、華越，殲35隱身制空，
歼 15T 重載打擊，殲 15D 電磁壓制，干擾反輻射開道，殲 15T 大載彈反艦對地補刀，一套組合拳，攻防一體，軟硬兼施，遠近結合。福建艦呢，電磁彈射，殲35滿配隱身加殲 15T 滿配打擊加空警600，固定翼預警加無人機蜂群，滿油滿彈，遠程奔襲，全球部署。固定翼預警機探測距離500公里以上，體系碾壓。第三個，跨艦通用，殲35、殲 15T 3艘航母隨便飛、隨便調度、隨便補給，全球唯一艦載機3航母通用體系。孫子兵法說：“善用兵者，義不在己，良不三載，取用於國，因良於敵。”中國軍工把通用化、高效化、低成本化用到了極致。滄海橫流方顯海軍本色，破浪前行鑄就大國鋒芒。曾經外界固執地認定，華越航母難容5代隱身戰機，老舊艦體只能固守舊代空戰模式，妄圖用固有框架束縛中國海軍成長的腳步。可中國軍工以運籌帷幄的布局、精益求精的匠心，打破技術壁壘，顛覆固有認知，讓殲35憑借雙模式起飛絕技，從容馳騁在3艘國產航母之上。西方越是拼命唱衰，越是狂帶節奏，就越掩飾不住他們內心的惶恐與顫抖，因為他們悲哀地發現，中國根本不按他們的套路出牌。我們不搞高成本的全面推倒重來，我們直接用一套3航母一體化、艦載機通用化、跨艦調度全球獨一份的超級閉環，把2艘6萬噸級的華越老將瞬間爆改成讓對手都看不見的深海幽靈母艦。我是不愛放大的大钊，下期再見。